大家好，很多人穷其一生都在寻找真正的自己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逐渐领悟到一些人生的真理。当你不再渴望得到，只是去爱；当你不再期待成功，只是去做；当你不再追求财富，只是去创造；当你不再执着一切，又热爱一切，真正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这是一段从外在的追求转向内在成长的旅程，让我们一起拥抱这份心灵的觉醒吧。一觉醒的时代，从物质束缚到心灵解放，新一轮的淘汰潮已经来临。但这次的淘汰不是针对企业，而是针对每一个人。你是否能读懂这些信号？地球正在进入能量大升级的时期，一系列的变化无不在提醒我们，人类该觉醒了。如果你还在沉睡，那么痛苦必将找上门来。回顾这些年的全球变化，环境恶化，气候变暖，疫情肆虐，战争威胁，核污染，经济衰退，创业艰难，生意困苦，社会竞争严重。这些变化无一不是在向我们传递一个信息：是时候摆脱物质主义的束缚，迎接心灵的觉醒。只有心性成熟的人，才有资格追求自由，才能真正明白生命觉醒的意义。而大部分人都是心理不成熟的巨婴，他们想要的就是不劳而获，自私自利和各种等平快的享受。对待他们最好的方式，就是让他们成为一个螺丝钉。尽管这些人整天也在高喊要自由，其实他们最想要的不是自由，而是被奴役。他们的最终结局就是要么被资本奴役，要么被道德奴役。那资本与道德的奴役，什么叫被资本奴役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提倡性解放，美其名曰解放天性，其实是为了消灭爱情。当性行为可以随意发生时，爱情就失去了意义。爱情需要过程，是长期主义，而性行为是短期的刺激，是短期主义。人性的本能是拒绝长期主义的，我们渴望即时满足的好处，一旦这种需求被满足，长期主义就被抛弃。资本主义倡导的消费主义，也是为了瓦解自我。消费主义让我们陷入物质的追求中，所谓豪车、豪宅、奢侈品都是为了让我们外求，是我意识需要内观才能看见，但我们已不在内观，外在的物质让我们一时满足，长期的幸福感却消失了。有的人居无定所，过着安宁的日子，有的人却在豪华住宅里一辈子逃亡。3. 人生的痛苦与觉醒。人生的所有痛苦，除了疾病带来的生理痛苦，其他的痛苦都源于对物质的执念，在物质的泥沼中迷失，拼命追逐，争强斗胜，这是现代人痛苦的根源。水木兰经常说，人们从物质中获取幸福的时代已经结束，外界的一切变化都在提醒我们，该冲破物质的枷锁了，否则人类将陷入集体内卷，痛苦无边。未来，很多人将成为空心人，找不到活着的意义，像孤岛一样在大海上漂泊，精神疾病将大爆发，彼此互相仇视，毫无逻辑的互相伤害，最终走向自我毁灭。4. 觉醒的人与沉睡的人。觉醒的人是带着觉察去生活的人。当你意识到人生是一场修行时，你已经踏上了觉醒之路。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，遇到的每一个人，都是来自我们的，都是帮我们觉察自己的。这样我们的生命层次将越来越高。一旦觉醒，内心就会圆满，心生慈悲，拥有爱人的能力。这样的人心平气和，充满爱心，不会追求高人一等。这样的人越来越多，世界才有希望。沉睡的人无知无觉，停留在物质主义阶段，眼里只有豪车豪宅，纸醉金迷的生活，这必将导致破坏和杀戮，这不符合人类文明的进程，也不符合天道。地球已经疲惫不堪，人间也千疮百孔，唯有升级才能重生，人类才能迎来崭新的文明。物极必反，当人类的物质丰富到一定程度，必然朝住精神的方向升级。无法完成这一升级的人，将成为低维度的人。地球在发出信号，但许多人依然执迷不悟，停留在低级维度中挣扎。如果不懂得修心，就是低效的挣扎。未来将出现更多的心理和精神问题，这是最好的时代，也是最坏的时代。人类在集体迷茫，也在集体觉醒。觉醒的人可以一飞冲天，执迷不悟的人将被淘汰。天道无心，常与善人。所谓善人，就是善于遵循天道的人，就是觉醒之人。有大破必有大立，当大部分人被淘汰，必然有一小部分人会觉醒，这样能量才能保持平衡。这也是宇宙的平衡之道。5. 修行的路途，内观与自省。如果一个人不能觉察自己的潜意识，就会被潜意识掌控一辈子。我们身边的人，其实都是我们潜意识的投射，他们是我们的镜子，呈现了我们的内在。我们对外界的一切表现，都是心理压抑的呈现。为何压抑？因为我们不能真正做自己，活在别人的眼里，活在自己塑造的标签里，活在妄念里。外界只是将这些压抑投射出来。我们对他人的情绪，其实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，是对自己无力改变现状的愤怒。遇到外界的反馈，我们应该第一时间向内觉察自己，与自己的潜意识沟通。时间久了，就会与自己的潜意识和谐相处，
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内观、自省、觉察自己的起心动念，是非常好的修行路径。六心灵的进阶拥抱内核的力量，内核是未来的第一生产力，它包括3大能力：反焦虑，牢牢把握自己的核心竞争力，用确定性抵抗世界的不确定性；反脆弱，把无常当有常，抓住不变的规律，以不变应万变；反人性，延迟满足，用更大的目标来取代眼前的小利益。在复杂多变的世界面前，人人都会焦虑。未来强大的人，必须拥有反焦虑、反脆弱、反人性的能力。7. 重回良知，幸福的源泉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人人生而善良，但随着成长，被世界熏陶，行为被世俗沾染，本性被物欲遮蔽，开始变得贪嗔痴，追求外在认可，迷失自我。所以阳明教人治良知，禅宗教人明心见性。心理学家说要寻找真我，哲学家说要寻找自己，这些都是为了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那个最初的我。唯有回归良知，才能回归安宁和幸福，才能内心强大，找到存在的价值和意义。人生的3次大转折，每次都是一场大升级。1. 摆脱现实的束缚，实现物质独立、精神独立、人格独立，成为相对自由的人，开始思考精神方面。2. 发现自己的天赋，找到活着的意义和使命，满腔热情地投入其中，直至取得成就。3. 看透世界和生命的真相，走向觉醒、开悟、得道，从高维度俯瞰众生，宠辱不惊，随遇而安。每一次大转折都是生命自由度的升级，每个生命都会觉醒，只不过大部分人的觉醒只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看透人生真相，但为时已晚。他奋斗的意义，双向奔赴。我们所有的担忧、恐惧，几乎都来自我们的想象。真正伤害我们的，往往也是我们的执念。我们不是活在客观世界里，而是活在自我臆想的世界里。大多数人一生都无法冲破这个臆想的世界，他们一生都在自我迫害。人生最大的悲剧，就是辛苦一生，却茫然世故，不知道该去见谁，也不知道去向何方。人生最大的幸福，是用自己的奋斗换来一场奔赴，奔赴千里之外，见自己想见的人，朝圣自己向往的地方。我们努力奋斗，就是为了有一天遇见心安之地、心安之人。可以说走就走，来一场千里之外的奔赴。世间最美好的事，莫过于双向奔赴。当你做好准备，那个人刚好出现。当你奋不顾身奔向他，他正敞开怀抱拥向你。永远不要丧失热泪盈眶的能力。我是小玄子，朋友们，我们下周见。